是你的心有鬼，干脆死在你的多情里面，一回又一回，干脆给我一个可笑的结尾。喂，老弟，我骑车遇到鬼了，咋办啊？老哥，你还废话啥？赶紧弃车保人！泰国恐怖片一直以贴脸开大、生猛直白的方式统治着东南亚恐怖片市场，其中鬼影和厉鬼僵硬更是成为无数人的童年阴影。可这部上映于2023年的《送葬人》却以林正英式诙谐幽默的风格破圈，以7亿票房登顶泰国年度票房冠军，至今都没有被超越。据说就连泰国总理看过都说好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讲。怀有身孕的村花小白受不了男友的背叛，上吊自尽，在当地一尸两命是最忌讳的，因为他们往往怨气极重。小白很可能化成最凶的厉鬼在村子里游荡。小白的前男友阿贤得知后伤心不已，从寺庙回来想要送她最后一程，而处理像小白这样的凶尸，必须请经验最丰富的送葬人亲自处理，才能压住怨气，不然就会祸及全村。于是村民们赶紧请来了十里八乡最后一位送葬人赵叔，而送葬人这门手艺都是一脉相承，传到赵叔这一代已经快要失传了。因为他的儿子阿杰是个唯物主义者，已经考上了大学，赵叔不想勉强儿子，就让他跟在后面打下手。为了减少怨气，他先是将小白母子分离，然后把小白的尸体摆放在特制的临时棺材中，7天后散尽怨气就可以安葬了。可当晚阿贤就梦到了小白，他感觉小白似乎有什么话想跟他说，于是就有见小白最后一面的想法。果然当天晚上就出事了，临时摆放小白的砖砌棺材突然破了一个洞，阿贤和2个好友过来修补，而对小白念念不忘的阿贤想要看清他的样子，可从破洞里他只见到头发和定尸的法器。朋友见他要做傻事，直接用水泥封住破洞。很快就到了给小白选风水宝地的日子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得由死者的至亲拿着生鸡蛋往不同的方向扔，鸡蛋碎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死者自己选的风水宝地。可奇怪的是，小白的7大姑8大姨扔了好多次鸡蛋，落地就是不碎，连那个渣男男友也试了，但鸡蛋照样完好无损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阿贤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他认为自己作为小白的前男友也有资格丢鸡蛋。见家属没有反对，赵叔就把鸡蛋给了他，只见他随手一抛，鸡蛋啪的一声就碎了，现场所有人都看傻了。见到这一幕，阿贤更加坚信他的梦是真的，小白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自己。于是他赶紧跑去找到家里最年长的外婆，问有没有什么见鬼的法子。外婆叹了口气，说了3种民间流传的办法，一种是戴上护身符，攥起拳头撑地，从肘子向外看；第2种方法，把黑狗的眼泪抹在眼皮上；最后一种是穿上死者生前的衣服，然后在死者家门口等着。阿强直接放弃了第1种，因为他没有护身符，于是便尝试第2种，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让一只狗哭，无奈之下只能使用最后一个办法。深更半夜，阿贤换上小白的衣服后，就站在他家大门口等着，结果等半天还是没有见到小白，倒是把小白他爸给等来了。阿贤当场社死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跑了。可是事情总是这么奇妙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4个小混混半夜出来扑蚂蚱，结果路过小白临时棺材的时候，却见到了小白。正在家里复习功课的阿杰听到鬼火少年的摩托声就要开窗大骂，结果看到了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小白，这下可把阿杰给吓坏了，赶紧关上窗户躲进了被窝。与此同时，刚刚扑蚂蚱的4个小混混大喊着有鬼从鬼火少年中穿过，起初鬼火少年们还不以为意，结果下一秒胖子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胖子赶紧安慰自己这只是错觉，然后换了一个位置，结果一抬头又看到小白贴脸开大，这次现场顿时乱成一锅粥。很快阿贤就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全村人都见到了小白，就他没见到。于是他就回到寺庙向自己的受戒师傅请教，师傅告诉他这种事情术业有专攻，建议他去找送葬人想办法。很快阿贤就在一场葬礼上找到了赵叔父子，他先是尝试着询问阿杰一些见鬼的方法，阿杰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可能知道方法，阿贤急忙拍马屁说赵叔是自己的偶像，结果下一秒赵叔直接从台阶上摔了下来。经过医生诊断，赵叔这是老毛病了，可能以后都要坐轮椅。
可作为十里八乡唯一的送葬人，即使坐着轮椅，他也要继续工作。阿杰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是继承家业让父亲退休，还是去上大学，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。就在此时，阿贤又找了过来，他这次开门见山地询问赵叔，想要知道见到小白的方法。可赵叔表示，小白一尸两命非常凶，需要做镇魂仪式，不然会受到报复，不肯帮忙。阿贤走后，阿杰就开始劝说父亲早点退休，可父亲却表示自己的工作是一份家族传承的责任，如果他退休，将会有无数人无法安息。很快，阿杰就想到了办法，他找到村长，想用广播的方式招聘一个新的送葬人，并且印了大量传单，以五险一金加高薪作为诱惑。可村里的年轻人看过后直摇头。可阿杰最终还是帮父亲找到了继承人，那就是一心想见到小白的阿贤。阿杰告诉他，只要成为新的送葬人，就把灵魂出窍的方法交给他。阿贤欣然同意。随后赵叔就对阿贤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。经过一天的讲解，阿贤已经掌握了基本流程。为了兑现承诺，赵叔来到小白临时棺材前，给他做了镇魂法事，暂时压制住他的煞气，然后把灵魂出窍的方法告诉了阿贤。阿贤回家后叫来了最好的朋友，告诉他自己一会要灵魂出窍，一炷香的时间到了，一定要叫醒自己。随后阿贤就躺在床上，嘴里含着神草，脑子里开始回想和小白的过往。伴随着烟雾升起，阿贤的灵魂瞬间被抽离，进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亡灵世界。他一会出现在无垠的沙漠，一会又出现诡异的水下。经过奋力挣扎后，他的灵魂从村边的下水道里醒来，这里更加的诡异，有无数穿着白衣漫无目的游荡的灵魂，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指引着阿贤进入了一个树洞，这里居然有另一片天地。在这里，他果然看到了小白的背影，可此时一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眼看就要被永远困在梦境里，幸好朋友一脱鞋把他拍醒，才让他捡回一条命。次日一早，阿贤就把他灵魂出窍的经历告诉了赵叔，并且苦苦哀求赵叔帮他延长灵魂出窍的方法。赵叔见他一片痴情，决定帮他一把。晚上三人来到了小白临时棺材前，然后点燃一炷香，让阿贤直接含着神草躺在棺材上。果然这次他直接就见到了小白。阿贤告诉小白，要不是他们分手，小白也不会出事。可小白并没怪他，说出了他自杀的全部真相。原来小白怀孕之后，她那个渣男男友不仅不负责，还和她的表妹有染。小白万念俱灰，才选择了上吊。阿强听完气得浑身发抖，当场就说要去找渣男算账，替小白出气。可小白却拦住了他，因为自己已经报了仇，因此身上才没有怨气。很快一炷香的时间也到了，可阿贤却一发不可收拾，每天都要往阴间跑与小白约会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每一次灵魂出窍都会消耗他身上的阳气，时间长了，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在赵叔的指导下，阿贤和阿杰的工作也渐渐步入正轨，一套套民俗仪式做下来，得到了逝者家属的认可。可就在赵叔教导儿子的时候，突然晕倒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告诉阿杰，赵叔的病情恶化，可能撑不了几天。与此同时，小白主动找到了阿贤，他告诉阿贤自己的时间到了，要去下面报道，然后转身离开。醒来后的阿贤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痛苦不已。今天恰好也是小白头七下葬的日子，由于阿贤精神崩溃，就由阿杰来主持。可就在仪式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阿杰收到了一个噩耗，赵叔突然病逝，阿杰整个人都崩了，瘫倒在地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成为合格的送葬人之后，第一个送走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。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，亲手为父亲主持了葬礼，每一个步骤，每个细节，都是父亲手把手教给他的。这一刻，阿杰才真正明白送葬人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。这不是什么和鬼神打交道的邪门行当，而是一份守护逝者尊严、安抚生者情绪的温暖工作。与此同时，阿贤也来拜祭师傅，可主要的目的却是想知道赵叔有没有压箱底的绝招，帮他留住小白的鬼魂，在灵堂里又哭又闹。可阿杰心里清楚，父亲根本没有藏私，该交的全交了。忍无可忍的阿杰直接动起了手，两人立刻厮打在一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很快阿贤就清醒了过来，急忙向师傅磕头认错。回家后，阿贤整个人开始失魂落魄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整天就知道哭。可在奶奶默默的照顾下，阿贤似乎想通了一切，一边是疼爱自己的奶奶，一边是默默陪伴了他很久的现女友。他不应该为了一个逝去的人去辜负身边真心对他的人。次日，阿贤终于丢掉了那个香炉，开始了新生活。时间一晃而过，阿杰也告别了父母，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。继承了赵叔衣钵的阿贤决定将送葬人这个职业发扬光大。到这里影片结束，本片跳出传统恐怖片的套路，借乡村丧葬行业诉说生死与执念的道理。惧怕鬼魂的青年阿杰因父亲病倒，被迫接手送葬手艺，和深陷前女友执念的好友一同处理村落怪事。含恨离世的女鬼徘徊人世，根源从来不是恶意，而是活人难以放下的牵挂。
影片依托本土丧葬民俗，惊悚桥段之下满是温情内核。他告诉观众，亡魂牵绊源于心底遗憾，葬礼仪式是送别逝者、宽慰生者的途径。整部电影界角色的成长蜕变，诠释死亡并非终结，唯有放下执念，接纳离别，才能够和过往和解，珍惜当下鲜活的生活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